小姐，您这张卡限额了，付不了这10块钱，后面还有人排队，您快点儿。沐晨，快给我解开副卡额度，我在便利店买葡萄糖。老婆，记得按我们定好的规章填写消费审批单哦，做个被我保护的小女人。副卡审批，我一个身价100亿的总裁，给自己买支10块钱的葡萄糖救命，要向赘婿老公打申请。好了没有啊？到底付不付？不好意思，今天先不要了。切，背着几10万的包，10块钱都没有。李沐晨，你真是把软饭硬吃玩明白了。老婆，你太要强了，这样会很累，不如把资产都交给我来打理，你什么都不用操心，这样才叫真正的夫妻一体，我也能保护你。素颜，借我点钱，急用。青姨，你怎么了？声音这么虚。钱被卡住了。我给你转了50万，够不够？出什么大事了？没事，就是突然发现有些枕边人还不如闺蜜靠得住。老婆，你回来了，快看，保时捷最新款，刚提的，全款，我送给我干妹妹的毕业礼物。林沐晨，以后我的资产不会再让你碰1分钱。老婆，你在胡说什么？就你那种女强人的作风，很容易被生意场上的人骗。我这都是为了保全咱们的家。为了家，我买10块钱的葡萄糖要填审批条，你给你干妹妹买几百万的跑车直接全款。哎呀，跑车是人脉投资，你那葡萄糖喝就没了。行了，别生气了。看在你今天低血糖的份上，刚才那10块钱不用填单子了，我直接用微信发你。老公对你好吧？3年了，我把几10亿的流动资金授权给他打理，副卡里就剩10块钱。老婆，我知道你今天在外面付不出钱，心里不好受。这样吧，今天这10块钱我直接转给你了，乖乖听话。顾律师，青姨，我要离婚。如果突然要离，我得提醒你，你名下的流动资金和部分股权收益权都授权给了他，而且是你主动提出的离婚，甚至想拿回你自己打下的江山，取证过程会非常艰难，你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一个大学刚毕业的绿茶，全款拿下1000万豪宅加跑车。林沐晨啊，林沐晨，你转移我的钱去养小三，还想继续吸我的血？林沐晨，我刚才仔细算了一笔账，我名下的分红、基金收益，加上手里的股票套现，将近3个亿的现金流，现在全捏在你一个人手里。而你呢？结婚前连首付都凑不齐，现在却动辄给别人买几百万的超跑。我呢？我身上什么都没有，连我出席晚宴的高定珠宝都要被你锁起来，想戴还得提前给你打申请，接受你的所谓安全审查。老婆，你今天怎么突然算起这个了？我不是早跟你说过吗？女人戴那么多昂贵的珠宝容易招摇惹事，做个低调温柔的妻子最安全。至于珠宝，素雅就是一种美，没必要戴啊。素雅美？以前我忙着公司上市去，觉得戴首饰不方便，还真信了你的鬼话，没去计较。现在想想，我一直都在被你 PUA。老婆，你要干什么？后天有个极其重要的并购会，我得拿那条祖母绿项链出来压阵。你换了密码？是啊，为了家庭资产安全，我今天全都换了。你凭什么？保险箱是我的，密码是我设的，里面的高定珠宝也是我花钱拍卖来的，你有什么权利更换我的密码？你现在情绪极度不稳定，家庭共同资金这一块，你以后还是不要碰了。乖，我会帮你的，想要钱跟我撒个娇，填个表就好。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乖，你想的太多了，回房间好好睡一觉吧。保险柜里的东西，只怕早就被他拿去讨好外面的女人了。好得很。沈清怡，你这么着出门，是不是想要去城西的那套大屏啊？不好意思，那套房子我已经过户给我妹妹了。回来吧，我们走着瞧。别闹了。顾律师，立刻帮我拟定一份离婚协议，直接发给林沐晨。对，现在就发，现在才知道急。既然都已经撕破了脸，那我也就没必要再留活路。钱转过去了，50万，帮我查透一个人。谁啊，沈总？让您下这么大血本？林沐晨，我要他账户所有的资金流向，还有他那个干妹妹的所有资金来源，1分钱都不能漏。名下挂着空壳公司，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林沐晨，你开几百万的车，送1000万的豪宅，不是总说是理财有方吗？现在正好让经侦的人问问你，这钱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每个月给他爸妈转10万，节日前后50万打底，3年下来几千万了。给他干妹妹换了2000万买房，合着全是拿我的血汗钱去养你全家和你的小三。那我呢？我100支救命的葡萄糖都得变你些审批蛋。喂，沈总，林沐晨是不是出事了？丁真那边去他的空壳公司查他了，让我把流水名这些全提供过去。是我，举报信是我递的。您疯了？那是您的钱，您全授权给他管。现在这事儿闹大，对公司股价也有影响啊。所以我认栽，已经在走离婚和资产剥离程序了。行，公关部随时待命。我只能说，这男的好会算计啊！楼上看清楚，他给小三买的跑车、豪宅全是顶配，钱是女方挣的，他居然全洗到自己和干妹妹名下，纯纯的捞男。谢了，姐妹们，看来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夸下海口说经得起检查，现在怎么销声匿迹了？沈清怡，你到底在网上瞎发些什么？你是要害死我们家沐晨吗？你们结婚了就是一家人，你的钱就是他的钱，女人赚再多不也是要给男人花的吗？还有这个月的30万生活费你都没打过来。阿姨，我可没钱。什么意思啊？我们家的钱都在你儿子手里死死捏着呢，我现在自己用钱都是要向他打申请的。你想要生活费，找你那个宝贝儿子去啊！你少跟我耍嘴皮子，那他人去了哪里？你总该知道吧？我怎么都联系不上他。不知道，我只知道他进了局子喝茶还没出来。你要是不放心，直接去经侦大队找吧。什么？你说什么？橘子？沈清怡啊，沈清怡，你那时候是不是被林沐晨下了降头？怎么就挑了个最烂的捞男？顾律师，查的怎么样了？账目一清二楚，他的资金流向很好查，来源也很清晰，那几千万全是你公司账户出来的钱。这男的胆子太肥了，全倒到干妹妹名下了。这部分打就算财产内用影子，这问题可就大了。就是啊，你们可是签过婚前协议的。没错，他只有名义上的代为理财权，根本无权私自挪用和赠与第三方。青怡，你这波闹得可够大，连网友都加入了，舆论压力直接拉满。刚刚内部消息，那个干妹妹受不了网友扒皮，自己先爆雷了。怎么出手的？沈清怡，你能把我怎么样？就这点本事了？看到了吗？我还是全虚全伪的出来了。倒是你那高不可攀的做派，怕是早就众叛亲离了吧？林沐晨，你还是太天真了。一旦开战，我绝对不会给你留下任何喘息的机会。林沐晨，你出不去了。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只是你的专车到了。林沐晨，我们怀疑你涉嫌职务侵占及洗钱，请跟我们走一趟。这不是网上那个极品捞男吗？居然惊动金身来抓人！问话，我明明已经过关了。沈清怡，你到底搞了什么鬼？你以为随便编个理由那关过了就万事大吉？你搞错了，林沐晨。你到底干了什么？你给小三买超跑刷的钱，是我用集团名义开的对公备用金账户。走。老黑，事办妥了。沈总找了几个兄弟，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跟着他那个干妹妹和他爸妈。没动手吧？非常时期用非常手段嘛，没干嘛，就只是跟着讨债嘛。干得好，林沐晨刚才应该已经熬不住了。沈总，您名下所有资产隔离已经做完了。另外，我已经向法院申请全面冻结了林沐晨及其利益相关人的所有账户，包括那套1000万豪宅和跑车，手续全部走完了。林沐晨，你名下和小三名下的所有账户都已经冻结了，你猜猜看，我是不是还有后手？你到底想要做什么？现在不是跟我吼的时候，侵占公款，给小三买车，这些都是你一手操办的。车行的监款刷卡的时候，我人还医院里打替爹，你盗取伪造我的企业法人签名，这都是铁证如山的事实。另外，我的那套婚前大平层被你私自过户，这也是事实吧？不仅伪造我的签名，你还专门真能找了个跟我身形相似的女人去了房产大厦办手续。可惜了，你找的那个贾太太已经把什么都承认了。好好看看。你想以此来定我的罪，甚至还要让我净身出户？沈清怡，你做梦！既然要这样跟我闹，我们就闹到底好了，左右不过是时间问题。你还不知道吧？外面的舆论早就变天了。沈清怡，你把话说清楚，外面怎么了？你侵占公款的证据，我已经亲手交给集团董事会，昨晚刚授印法务部正式起诉你。说吧，你要怎样才肯让集团撤诉？很简单，净身出户，外加赔偿我500万精神与名誉损失费。500万！沈清怡，你趁火打劫！你把我的珠宝首饰全弄走了，用你那套变态的打压政策，硬生生把我逼出低血糖晕倒，还害我差点搞砸了几个亿的并购案。500万多吗？到底是你后半辈子的自由重要，还是你藏起来的那些钱重要？
出来了，老南出来了！看这里，看这里，林先生，听说你就是首创老婆花钱需审批的激情软饭男？请问你是想软饭硬吃，还是借规矩恶意转移女总裁的婚内财产养小三？滚！都给我滚！谁让你们拍的？哪个？快看快看，他破防了！最能骂的几个情感大 V 还没发力呢。林先生，等一下！别拍了，我要报警了！沈清怡，你这个歹毒的女人，你把我儿子害成这样，差点坐牢！省点力气吧，你们有空在这儿骂我，不如赶紧收拾行李，一会儿你们就没地方住了。你说什么？忘了通知各位，我们离婚了。啊？协议写得很清楚，他净身出户并赔偿我的损失。至于你们现在住的这套千万别墅，全是用我的钱买的，今天全部收回。你胡说八道！沈清怡，你怎么这么抠门？结了婚就是一家人。就是有钱人分这么清楚，你算什么老婆？你的钱就是他的钱。看清楚，这全都是我的婚前财产，做过公证的。在婚姻存续期间，他只有代持理财权，没有所有权。可他却恶意转移财产给你们。现在林沐晨已经签字同意归还，所以这房子我要收回。不想搬可以拿钱来。你们的别墅2000万，跑车300万，各种奢侈品150万。1个星期时间，把钱原封不动吐出来，不然就给我排好队的等进去踩缝纫机。沈清怡，你敢！我有什么不敢的？我有本事让你净身出户，就有本事让你们全家人进去团聚。不信的话，尽管试试。沈总，钱都凑齐了，房子卖了，跑车抵押了，加上林沐晨私藏的底子，总共2450万，全打到您账上了。他干妹妹那边呢？被原单位开除了，名声全臭了，圈里人都知道他是专业做3的，现在连个正经工作都找不到，只能去夜场卖酒。行，知道了。现在你高兴了，你满意了？我确实很高兴，也非常满意。毕竟从今天起，我买杯热糖水都不用再看你的脸色了。青怡，我知道你做生意容易得意的人，以后没了我帮你看家，你可千万不能再这么锋芒毕露了。我锋芒毕露，我的能力完全支撑得起我的地位，用不着你在这咸吃萝卜淡操心。至于你自己，还是先想想接下来几十年的苦日子该怎么熬吧。我知道他根本不是在后悔，更不是伤心失去了我，他只是在哭。那种拿着女人的钱装豪门阔少的好日子，这辈子再也不会有了。有些人你以为是避风港，其实是吸血的。青怡，你等等，青怡，我想重新追求你，这是我现在的全部家当。林沐晨，你是不是疯了？我们都已经撕破脸对簿公堂了，你还指望我吃回头草？别想了，我们之间彻底结束了。你凭什么这么绝情？不就是因为当初我卡了你那10块钱吗？10块钱？当时我低血糖倒在锅上，连杯糖水都买不起。你是怎么说的？你让我填审批单？我那是为了规矩，为了你好。为了我好？你拿着我的几千万去给绿茶全款买跑车的时候，怎么不提规矩？青怡，我知道错了，你告诉我，你要我做什么我都答应。我要你滚远一点，别把吃软饭说的这么冠冕堂皇。开车。沈青怡，你这个冷血的女人！青怡，看新闻没？林沐晨彻底完了。怎么回事呀？为了还你的钱，全家连那套老破小都保不住了。他妹妹没法啃老，一家人只能退回乡下。报应吗？他妹妹能放过他吗？天天逼着他重新买房。狗咬狗罢了。最绝的在后面，他们3个在马路边上吵起来了。推搡的时候，林沐晨一失手，直接把那个绿茶干妹妹推到了马路中央，大卡车没刹住，当场压成重伤。重伤？对，现在那个绿茶的家里人天天像恶鬼一样缠着他要天价赔偿。林沐晨这辈子算是废了。对了，前2天他还跑来找你，在楼下哭着喊着要见你呢。告诉保安，以后他再敢来，直接报警。沈总，网上的言论要不要处理一下？不用处理，他们骂得对。当时我是怕麻烦，别被他伪造的情绪价值蒙蔽了双眼。财权全握在他手上，他只会爱我的钱，决绝的日子太恶心了。那个反婚姻诈骗女性援助基金会可以正式启动了。沈总，您这边请，大家都在等您开席呢。明白，让后厨再给包间加2瓶酒，快点，里面老总们都等着呢。沈总，您认识那个倒垃圾的？不认识，
一个透明人而已。我们进去吧。沈总，基金会成立满1年了，真就不关注林沐晨那边了？不提、不看、不问，那3年就当交了笔天价学费。沈总，我不是来借钱的。我知道，别急，慢慢说。我就想问问，我这种情况能不能把钱追回来？想追钱，得先弄清楚来龙去脉。你到底遇到了什么？我叫李娜，干头钢的，年薪大几10万，老公考公没考上，一直在家。一开始他说想要顾家，想在家给我做后勤，我说好，我赚得多，养着他没关系。那钱是怎么没的？他要统一管理。他说，老婆，为了咱们的家庭规划，为了以后阶层跃升，咱们得避免女人冲动消费，我就全给了，全交了。然后呢，起初是工资卡，后来是年终奖，再后来他哄着我，老婆把你爸妈给你的那套陪借房卖了吧，咱们换个大平层，写俩人名字。既然要买房，为什么来求助？因为上个月我妈乳腺癌住院了，急诊，等着交押金救命。我打电话管她要钱，你猜她怎么说？他怎么说？李娜，超过这个月的妻子额度了，你得提前3天打报告审批，现在不能批。我妈躺在病床上，她让我走审批流程。急症发作，没钱，后面排队的人都在催。沈总，你说什么？没，我是问你，你有证据吗？有，全有。您看，这是他定的家庭支出制度，这是我填的消费审批单，这是审批记录，还有他把钱转给他弟弟当彩礼的流水。高收入妻子资金预支申请表，请10分钟内填写完毕，并说明是否属于非理性消费，逾期视为自动放弃当日申请资格。沈总，您怎么了？李娜，你告诉我，这表是你老公自己做的吗？不是啊，他说是导师给的模板。什么导师？就情感经营课的导师啊。他还跟我说，现在很多高知家庭的男人都是这么管老婆的。申请人、申请用途、预计金额、使用场景、替代方案、必要性说明、丈夫审批意见。您怎么会背得出来？因为我填过无数次。李娜，这根本不是什么家务事。这怎么会？您也有？不是也有，是几乎一模一样。沈总，基金会这月的法务材料我带来了。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出什么事了？顾律师，你看看这个，模板重合率太高了，不是高，是极其精准的照搬。你怀疑这是同一套教材？不是怀疑，这就是流水线出来的捞男。你老公上的什么课？有具体名字吗？啊，有，叫什么娇妻宠爱养成计划，线上群名叫高价值伴侣财务接管营。还没一会儿的功夫，他拿着我的副卡刷了3万报的名，38000。课程记录和群聊内容还有吗？他删了很多，但我偷偷拍过几张截图，发我。好。娇妻宠爱伴侣接管，听着真体面。截图里不只是洗脑理论，还有打卡作业，如何让女强人主动交出财权，而不产生逆反情绪？怎么建立男方主导的审批机制？甚至还有，如果女方开始反抗，如何通过冷暴力施压、不羞辱、情绪勒索，让她重新回到可控状态？先说怕我累，再说帮我管，再说为了未来，最后一步步把我彻底架空，当成提款机。但现在证据不够，不能贸然下定论。青姨，我知道你对此敏感，但你别急，别急。我低血糖倒在街上求救的时候，让我别称，根本就不是个例。查，从这个破课开始查，我要知道林沐晨当年学的是不是也是这个。如果是呢，那这事儿就往死里查。好，我配合你。对了，李娜刚发来一张更新截图。什么？群里有人发预告，今晚8点半公开答疑，重点讲高净值大女主的财务驯化路径，尤其适合女方工作强、缺爱、对感情投入高的对象。附经典案例模板。工作强、缺爱、对感情投入高，这说的不就是我吗？谁发的消息？你自己看。你当年填的第一张审批单，原来根本不是林沐晨自己想出来的。看来有人比我们更着急。顾一宁，我那场自以为看走眼的婚姻，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巨大的杀猪盘。你打算回吗？发短信的人最怕我不上钩，我偏不急。先留痕，发给王景，这多半是虚拟号，不好查。今晚8点半的公开答疑，想办法弄个男号能进去吗？能是能，但你别一进去就炸了，不能打草惊蛇。我像那么没脑子的人？这可说不好。
哟，沈大总裁，怎么了？又缺几块钱周转买糖水了？滚蛋！别嬉皮笑脸的，出大事了，帮我扒个底。你的意思是，林沐晨当年悉尼写的那套手法，不是他那个猪脑子自己琢磨出来的？8九不离10，是流水线培训出来的捞男。我就说嘛，林沐晨那个蠢货怎么可能懂那么多高端 K，PUA？你能不能帮我调下当年林沐晨的业务咨询网络记录？能是能，但好，体系绝不是几个想吃软饭的凤凰男那么简单，很可能涉黑洗钱。我知道危险。你知道个屁！你每次这语气就是要往死里冲。不过真要冲，算我一个技术支持。谢了，兄弟。少来！你那基金会要是真能顺藤摸瓜把这种破机构端了，也算替广大女同胞积德了。平台我查了，男号进门槛不高，9块9试听，但后头的进阶课贵得离谱。你看这名头，高阶捞钱男财务编线班，女方婚前资产安全渗透，还有这个情绪价值伪装与上位者重塑。我在想，他们是不是开创了某种先河？真是绝了，把敲骨吸碎的诈骗完美包装成了情感知识付费。电脑和录屏都开了，外界录音笔在测试。8点20，页面刷新时间我都做了记录。待会儿你别冲动，先听先记，别再公屏发言。知道了。建立健康婚姻中的男方财务秩序。他叫乔安，40多岁，西装革履的。要不是查过这平台的底，我还真以为这是个男的导师。吃软饭不是目的，掌控才是。女强人表面缺爱，实则防备心重。家庭的财务秩序必须由男性接管，才能压制他们的傲气。压制傲气，这帮蛆虫也配？你看弹幕，老师说的太对了，终于有办法治女强人了。女人有钱就变坏，必须提前管理，全是一堆倒胃口的瞎话。很多男学员问我，老师，我老婆收入高，是总裁，平时很强势，但真要让她把资产交出来，她又会本能排斥，怎么办？这里要让她觉得这是她欠你的。第二步，包装心疼。不是我要管你的钱，而是我心疼你太累；不是你别碰钱，而是我替你遮风挡雨。我是为了你好。第三步，建立审批，固定额度分级申请，超时不批。有人觉得申请制太强硬，其实关键是打压。你要说女人花钱就是非理性，我们按规则来，只要前期情绪价值铺垫的好，她甚至会为了证明自己乖巧而依赖你的审批。依赖你的审批。我想起那时候我头晕眼花拿着手机等林沐晨批我买葡萄糖的钱，我居然还真的想过是不是我没提前报备，所以他觉得我不尊重他了。这已经是深度的精神绞杀了。不是绞杀，是吸血。如果女方开始不耐烦呢，那说明你的冷暴力没到位，你要及时让她产生患得患失感，或者引入社会舆论，说太强势的女人没人爱，让她觉得不交钱就是不爱你，就是自私。经典案例1：高净值女总裁，防备心中妻子的财务接管，标签自尊心强，外冷内，对情绪价值需求极高，容易因被伪装的关怀而快速交付底牌。第1阶段，男保姆式情绪供给；第2阶段，弱化女方消费权提议；第3阶段，强势女羞耻感建立；第4阶段，彻底审批机制形成；第5阶段，社交与女方原生资产隔离。他已经彻底被你洗脑，彻底失去反制能力。这婚姻，这根本就是诈骗犯的教科书。有人问，如果已经进入第5阶段，女方突然反抗，提出离婚怎么办？很简单，第一，死拖不离，下跪痛哭，把她塑造成精神失常、嫌贫爱富的女疯子。第4，如果她掌握了部分证据，优先转移大额资产到干妹妹或亲戚名下，切割风险。第5，如果女方手段硬，尽量争取感情回流，重新装柜申请狗皮膏药。一字不差。林沐晨后来做的每一步全都在这里了。可以了，什么可以了？至少说明这不是个个体行为，这是一套极其成熟的针对高净值女性的犯罪课程。如果已经离婚了，被女方扫地出门了，还能挽回吗？当然可以。女人的软肋就是心软，只要让她重新相信你只是被逼无奈，你依然是最爱她的人，就还有机会洗脑。原来那天他拿着破花站在我公司楼下那副深情的样子，不是真后悔，他连回头吃草的战术都是学过的。你看屏幕下方，18万8，天价终极指导课。怎么骗了女总裁的钱，再教别的捞男怎么骗？生意做得挺闭环啊。不是，看这行小字，课程服务由顶峰婚姻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提供。今年下午黑客 K 查到的那个空壳法人，关联的就是他。你确定？确定。表面是男性提升咨询，实际上名下关联了多家离岸公司，异常注销3家，空壳转让2家。最关键的是，沈总您看这里，
这家公司3年前就存在。3年前，刚好是我和林沐晨结婚前后，还是那个虚拟号吗？发来一张偷拍的照片。隐秘会所里，乔安在上面讲课，下面几十个男的，林沐晨就在里面。下面还有一句话，他们都是同一条流水线上的代售品。所以不是巧合，不是模仿，林沐晨真的是被专门培训出来钓我的。这人一直在给你喂线索，但不露面。他不是想帮你，是想借你的手做什么？天下没有白掉的证据，先不理他，越急越容易掉坑里。先查乔安，查顶峰，查这个背后的资本，还有林沐晨。他既然上过这堂端课，就不简单。按这套逻辑，他后面来找你复合，绝对不只是为了那点钱。那还能为了什么？是怕你脱离控制后，反过来顺藤摸瓜查到背后的大佬。难怪他那天赌我不撒泼不骂街，就是很有目标的想把我拉回他的情绪黑洞。他是一定要把我重新拽回那个组织的监控范围。沈总，有人找您。谁？他说他叫林沐晨，在楼下死活不走，但他的状态不太对劲，像个疯子一样，满眼红血丝。沈清怡，你别再查了，再查下去就出事的就不只是我了。林先生，有话可以上楼说。他是谁？基金会法律顾问。我不跟外人说。那你可以滚了。沈清怡，你以为我还和以前一样，你红个眼眶我就得心疼你？林沐晨，人有时候是被情绪操控的，但现在我不吃你那一套了。我是在救你。那就当着律师的面救，否则免谈。上楼。你录音干什么？保护双方，那你可以选择不说。我不接受。你们最近是不是在查顶峰？你怎么知道？青怡，我劝你停手。不是废话，你根本不知道他们是什么级别的老手。他们，看来这里面不止乔安一个人啊。林先生，你上过乔安的课，对吗？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照片我们已经有了，第3排靠左，是你。你们果然查到了。所以审批表是哪里给你的？打压制度也是，让我产生自我怀疑，让我觉得不给你钱就是不够爱你，让我把资产都交给你管理，全是他们手把手教的。我没有。没有。我承认，我当时是听了课，但钱我是真想帮你理的。青怡，我不是一开始就想害你。那后来呢？后来你给你爸妈转钱，给你干妹妹买豪宅，拿我集团的备用金给自己买跑车，伪造签名过户我的婚前财产，找贾太太去办手续，这些也是为了把日子过好。怎么，这就编不下去了？我那时候已经停不下来了。他们告诉我，女人一旦看清真相就会抛弃我。他们说，只要我彻底抽干你的莲枝之球，你就永远只能依附我。他们还说什么？他们说，像你这种孤立无援的女继承人，最适合杀猪盘接管。谁说的？导师乔安。乔安只是个在前台讲课的，他没那个权利，他不负责定目标。那猎头是谁？林沐晨，别演了，你今天跑这一趟根本不是为了提醒我，你是怕了。你怕我们查到背后资本头上，更怕那些资本大佬知道是你泄了底，所以你跑来让我停手，想让这事儿到此为止，这样你两边都不得罪，对吗？你还是和以前一样，永远只算计自己的利益。我算计我的利益，我还怎么算计？我那个干妹妹瘫痪了，她家里人天天带着刀堵我，我爸妈在乡下被人戳脊梁骨，我现在连个桥洞都睡不安稳。沈清怡，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已经身败名裂了，你还想怎么样？你今天能全头全尾站在这里和我说话，不是因为你无辜，更不是因为你可怜，仅仅是因为我只动了经济手段。林沐晨，你欠我的从来不是那2000多万，你欠我的是我被你蒙骗的整整3年，是当年我低血糖倒在路上被你亲手踩碎的女性尊严，这种债你下辈子都还不起。沈清怡，你以为当初我能精准盯上你，真的是我自己选的？你什么意思？说清楚。我不能说。不能说，还是不敢说。当年你接近我，是有人给你做局，装死就能逃过一劫吗？林先生，你如果掌握犯罪线索，可以依法提交转为污点证人。你现在不说，等事情查出来，你会被当成核心共犯定罪。你以为你个大律师很聪明？你知道他们手里有多少豪门千金的资料吗？你知道他们怎么让一个顶级名媛身败名落？这话我以前听过。你当初也觉得我个女人活该被你吸血，事实证明，你算个什么东西？
这里面有一部分东西，我当时的辅导记录，部分脏钱转账，还有他们当初给我的你的私密行程表和心理弱点分析，交出来，我要你保证，不能把我交出去当替死鬼。你一个捞男也配跟我谈条件？林沐晨，你是不是到现在都没搞清楚一件事？你就是个弃子，你没资格要求我保护你。你可以选择交，也可以选择带进棺材，但我都会查下去。等我自己把那帮人揪出来，你手里这些筹码一文不值。林先生，你记住，他们从来不只骗钱，他们是吃绝户。不能直接插内网电脑，找 K 做物理镜像沙盒，立刻去办。可破了，是一个绝密表格。高净值名媛狩猎与资产接管目标库，青姨，第一行就是你。年龄、身价、原生家庭弱点、情感空窗期，指定执行猎犬，林沐晨。大小姐，不好了！老爷子生前锁死的老书房被人翻过，红外警报被切断了。丢了什么？目前只发现少了一样，老爷子当年留给您的那份补充遗嘱的复印件不见了。补充遗嘱复印件？什么遗嘱？就是锁在保险柜内那个火漆封缄的袋子，别的值钱字画都没动，就它没了。我现在回老宅。为什么偏偏是老爷子的补充遗嘱？他们费这么大劲去偷废纸？因为那份遗嘱里很可能藏着他们给你设局的真正原因。什么意思？你还记得当年老爷子临终前立遗嘱的具体分配吗？我继承集团60%的绝对控股权，那份失踪的补充遗嘱呢？不知道，爷爷从没给我看过。现在陈律师的私人金库，先报警，入室盗窃备案，查周围3公里的天眼。给陈律师打电话，立刻。陈伯伯，我想问，爷爷当年那份补充遗嘱的原件还在您那儿吗？青姨啊，这事电话里不安全。怎么回事？看短信，明早来找我。撑住，我没崩。你快了。昨晚你打电话问遗嘱，我就亲自去查了原件。原件呢？原件还在，但当年你爷爷留下了一段手写备忘录。什么备忘录？你真不知道，当年你爷爷察觉到了家族内部有变动，因为老爷子当时说绝不能让你提前知道。他说如果你婚姻幸福，这东西就烂在保险柜里，如果你的婚姻变成了吃绝户的刀，再拿出来救你。因为他对你那个突然冒出来的穷小子未婚夫林沐晨调查过底细，他甚至做了一份极端风险剥离条款。为什么我不知道？可后来你爷爷突然脑溢血恶化，这句话没来得及说透。我也是昨晚核对密码时才重新看到了这份备忘录，原件复印件丢了，但我这儿的母本还在，你打开看看。婚姻遭遇外部势力针对性诈骗的股权笼垫机制，这份东西等于说只要证明林沐晨是骗婚，你的股权就无法被分割。没错，而且老爷子当时明确写了一句话。什么话？他说那个穷小子看你的眼神没有爱意，只有对沈家财产的贪婪，像极了那个野种。你爷爷为什么会用野种这个词？这绝不是指林沐晨，林沐晨只是个外人。立刻查我爷爷当年发病前1个月内的所有私人会客记录。你这个私生子哥哥和你关系怎么样？不死不休。当年爷爷把集团传给我这个孙女是沈家的耻辱，他是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子，他就更恨我。那就全对上了。如果有人想精准狩猎你，知道你的行程安排、性格弱点、爷爷的病情，最方便的渠道就是沈延洲这只家贼。而且这个人搞出这么大个杀猪盘，不只是想骗你的钱，他想要整个沈氏。看这儿，若目标因婚姻破裂导致精神崩溃，可适时启动董事会罢免程序。所以林沐晨根本不是什么偶遇的真爱，他是沈妍渊特意为我定制的毒药。大小姐，我在老爷生前最常去的花房地砖下找到了一个铁盒，里面有一张照片和一根录音笔。什么照片？是那个姓林的捞男和延州少爷在游艇上的合影。看时间，是在您认识姓林的1年之前。青姨，稳住！1年之前，在我认识林沐晨之前，他们就是一伙的。铁盒呢？在这儿，我没敢乱动。林沐晨当时穿得破破烂烂，沈延洲再递给他一张卡，这就是交易现场。老爷子当时一定是发现了什么，
他怎么不告诉我？您那时身陷情郎，为了那个男的，甚至要和老爷子断绝关系。老爷子怕打草惊蛇，逼死您。青姨，如果你看到这个铁盒，说明沈延州已经对你动手了。我本想替你拔了这根刺，可惜我的身体熬不住了。记住，不要相信男人包装的弱者形象。你爷爷当年已经查到了沈延州，但他没来得及清理门户，也可能是他查到顶峰这个庞大的犯罪组织后，知道沈延州背后还有更黑的资本。现在至少确定3件事：第一，林沐晨是沈延州豢养的狗；第二，沈延州就是那个高端捞男班的幕后推手之一；第三，你爷爷的发病或许不是意外。你是说，脑溢血虽然是急症，但如果有人长期在他的茶水里动手脚诱发呢？沈延州这畜生！听听这个。延州，我最后问你一遍，接近青姨的那个男的，是不是你安排的杀猪盘？果然是他！老不死的，你这话说的多难听！青姨妹妹缺爱找个男人，关我什么事儿？别跟我装，你查到了又怎样？那个蠢女人现在满脑子都是爱情。我警告你，别把黑手伸到青姨身上！老东西，你把1000亿的沈氏集团给一个女人，我这个长孙却什么都没有。她凭什么？我就要看着她被一个捞男吸干血，变成个疯婆子！你这个，你尽管去报警啊，看看警察还是信你那个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孙女。吃药吧你！这录音太重要了，加上遗书，足以定死他。沈延州现在在哪儿？我让黑客 K 锁他的定位，别查了，我知道今晚他在哪儿。你要干什么？去见他。你手里只有旧录音，顶峰的完整资金链还没彻底闭环，这时候正面碰他不理智。因为有些账移交司法之前，未大之前，我得亲自去撕下他的伪装。他今晚在黑金会所刚查到的，和顶峰的那几个资本大佬有局。沈清怡，你可以发飙，但别做让他们反咬你一口的事儿。放心，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想弄死他。我跟你一起，这次不是打离婚官司了，我懂，所以更得有人替你兜底。纸醉金迷，体面的很。谁能想到这地方坐着的竟是一群靠吸食女性血液发家的寄生虫？顶层 VVIP 包厢怎么上去？那里全是虹膜识别。买通了内线，沈延州再嚣张，也不过是用钱砸出来的假忠诚。走这边，老黑提前黑了这块的探头，能直通顶层案件。以前替大客户处理商业间谍案时走过这种道，小心脚下。紧张吗？不，奇怪，知道爷爷发病的真相后，心反而像淬了冰，冷得像刀锋抵住了喉管。抵住谁？沈延州，还有他背后的烂人。以前我只恨林沐晨，现在我明白了，他充其量就是条发情的狗，牵狗的人才是罪魁祸首。前面就是包厢的通风排气格。那是沈延州，他这副阴险的样子，化成灰我都认识。一共4个人，那个秃头就是顶峰的实际控制人。乔安那边的直播课被网警盯上了，被盯上就换个壳，重新搞个女性独立辅导营，继续割敲他就是了。问题不是壳，是林沐晨，他昨天被逼的去见了沈清怡。见就见了，他现在被沈清怡整得净身出户，跟条丧家犬一样。还能掀起什么浪来？坏了，他们派人跟踪林沐晨了，要么林沐晨要被灭口，要么他们盯上你了。9成。林沐晨交出去的 U 盘，我已经让人后台远程粉碎了核心数据，沈清怡拿到手也是废的。废物东西！当初挑中林沐晨，就是看他够穷、够贪、够会装孙子，没想到连个女人都拿捏不住。要不要先做掉林沐晨？不急，活着的狗比死狗有用，留着它还能给沈清芳泼泼脏水。那沈氏集团的股权呢？沈清怡那个女人的反扑得太狠，董事会那边是不是先压一压？压不住了，必须走备用方案，利用海外账户做空沈氏，逼他引咎辞职。做空集团，连爷爷的心血也要毁掉。别忘了名单，那上面可不止沈清怡一个女总裁，这根本是一张猎杀高净值女性的庞大黑网。谁在上面？撤，被发现了。沈总，这边走。这帮人是真敢下死手，没追过来。不能再硬碰硬了，他们已经急眼了。我听清了他们的底牌，上车，先离开这个鬼地方。回集团，我要召开紧急董事会。刚才上面肯定有人。查，封锁所有出口。延州，真要搞死沈清怡，她毕竟是你名义上的妹妹。她算什么妹妹？占着我的位置这么多年，我要让她身败名裂，一无所有。既然套不住她的钱，就直接毁了她的人。立刻启动海逼空机制。同时把他不能生育的伪造病例发给媒体。人渣！有人在抛售沈氏的散户盘。资金已经进场了，沈清怡今晚拿什么救？
哈哈哈哈哈！我要看他明天跪着求我收股权。他们在利用林沐晨的丑闻做空集团股价，他们是想引发股民恐慌，逼你退位。我妈，她在瑞士疗养院，他们怎么敢？打通了吗？疗养院专线不通，我妈私人护工失联，怎么会这样？大小姐，有自称集团法务的人拿着您的授权证，要强制接走太太。那是伪造的，拖住他们！报警！他们带了黑帮的人，门快被撞开了。沈岩洲，你这个畜生！青姨，你冷静点，越是这时候越不能乱。那是我唯一的亲人，立刻去机场。回律所，你现在过去就是自投罗网。他们是想调虎离山，逼你交出国内的控制权。可我妈分线，你守国内盘，我调动海外安保金丝雀预案。我认识瑞士最好的安保雇佣兵。凌晨3点了，喝点热的。安保公司已经包围了疗养院，阿姨绝对安全。这是我掌权以来熬过最凶险的4个小时。加密视频通了。青姨，妈，您没事吧？那帮畜生没伤到您吧？妈没事，幸亏你的朋友来得快，把那些坏人赶走了。沈女士，顾律师，我们击退了试图绑架沈老太太的歹徒，并在他们身上搜到了伪造的股权转转书。他们还有后续动作吗？当地警方已经介入，那些人全部被扣押，供出了幕后供主是沈岩洲。致命的防守终于结束了，你妈安全了，国内的资金盘也用你的私人基金拖住了，接下来该我们反杀了。你说的对，防守结束了，猎杀开始。黑客 K 复原的监控证据、沈爷爷的录音、海外警方的口供，还有我连夜理清的顶峰集团洗钱与跨国诈骗资金链，全在这儿了。走吧，去经侦总局送我那个好哥哥上路。沈总，顶峰公司及其背后的资本网络已经被全面查封了。主犯呢？导师乔安在准备偷渡的边境被摁住了。至于沈岩洲，是在他那个试图召开发布会夺权的现场直接戴上手铐的。被带走的时候，他像疯狗一样骂街。他说什么？说自己才是沈家的男丁，说这是商业竞争。权重。不过等我们把买凶绑架的跨国通缉令和完整的洗钱网络拍在他面前时，这疯狗直接吓得尿了裤子，跪在地上痛哭流涕求饶。那个一直给你喂线索的虚拟号查到了，林沐晨发来的。他说他全交代了，转为污点证人，希望能减刑。他还真会见风使舵。顶峰教他用伪装的弱者姿态去拿捏别人，最后他自己真成了最底层的烂泥。因果报应，他以为卖了主子就能全身而退，做梦！他涉嫌职务侵占和包庇罪，少说也得进去踩10年缝纫机。沈总，新基金会这边的视野绝佳啊，今天怎么有空过来视察？来给你同步2个消息。第一件事，林沐晨和沈岩洲今天宣判了，数罪并罚，一个10年，一个无期。听说林沐晨在法庭上哭着喊你的名字，求你去看他最后一眼，脏了眼睛。我的时间很贵，不看垃圾。没有恨，只有彻底的无视和遗忘。好，那说第二件事儿，李娜那个案子也判了，